这里是马来西亚民生。一到7月，我们脑海中会浮现无数个词：7月半、中元节、鬼节、鬼门开了、恐怖、盂兰盆会等等等等等等。这一期我们一一来解开这些词的由来及它背后的故事的含义是什么。中国古老的汉族传统节日一开始是从3元节开始，分为上元、中元、下元。上元为正月15的元宵节，中元是7月15的中元节及10月15的下元节。在古代，7月是吉祥月、孝亲月，是民间初秋庆贺丰收、酬谢大地的日子。古代的中元节是欢乐的，并不恐怖。有若干的农作物成熟，民间按照案例要祭祖，用新稻米等祭供，向祖先报告秋成，是汉族人祭祀亡故的亲人、缅怀祖先的日子。它的文化核心是敬祖、敬孝。而盂兰盆会起源于2500年前佛住世的时候，当时释迦牟尼佛的10大弟子之一，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，在证得阿罗汉果以后，得到6种神通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弄境通、神足通。他便想度化现实的母亲，于是尊者运用天眼通寻找母亲，结果发现已故的母亲堕于恶鬼道中受苦，形貌憔悴，皮骨相连，他的咽核像针一般的细小。目犍连尊者见到以后，立马取了钵盛了饭菜，以神通力奉养母亲。没想到母亲将食物往口里放时，饭菜就变成了火焰，像火烧一般烧住母亲的喉咙，痛苦不堪。目犍连尊者看了以后大吃一惊，非常痛苦，前去请示佛陀该如何解救母亲。佛陀对目犍连尊者说：你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毁谤三宝，不信因果正法，加上自身的贪嗔痴邪恶心态，所以受此业报，其罪根深重，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救拔。尽管你的孝心能感动天地，但天地对于毁谤三宝者必须承受的业力恶果是无人可以代受的。现在唯有仰仗十方深重的功德力，才能使你的母亲脱离恶鬼之苦。佛陀接着开示，7月15是十方深重的结下自治日，一切众生当在此时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于危难中者，设100味饮食，植于盆中，供养十方大德深重。凭借深重安居期间精进修行的功德，能救拔父母出离三途之苦，现世父母亦能得福乐绵延，吉祥如意。可能说到这里，大家会很好奇，什么叫生自治日？生自治日就有一点像，就是深重结下安居，足不出户，精进修行，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在疫情之下哪里都不能去，居家办公。这要回溯到佛陀住世的那个年代，因为印度的地理位置处于夏天热带雨季期间，常见虫蚁边野，雨水泛滥，因此佛陀制定了律法，要求出家人在4月15到7月15期间进行3个月的雨安居，又称节下安居，期间不会离开寺院道场，以免践踏草木，伤害虫蚁生灵。僧众们会利用这段时间各自努力修行佛法，专心修行，修持自己的戒律，希望有所精进。而在7月15，即是结下安居的这一天，僧众们会聚集在一起，互相坦诚、检讨和报告，进行自治。每一个比丘、比丘尼以开放的心态，邀请僧团的其他僧众，依其所见所闻所闻，对该比丘的不如法行为加以指正，而当事人仔细倾听，并依此忏悔所犯的过失，以维持僧团的和合与清净。因此7月15这一天也叫做僧自治日。而就在圆满这一天，僧众们会对自己精进的修行，同时向佛陀汇报他们的修行体会。根据佛经中记载，佛在世时不少修行人证得道果，佛陀见弟子的道业有成，感到十分欢喜，所以此日也叫佛欢喜日，也叫节下安居，又叫节下，也叫节下自治日。所以7月15是非常殊胜的日子。而目犍连尊者听到佛陀的开示以后，非常欢喜的依教奉行，就在僧众结下自治日当天，准备了菜肴、
鲜果植于盆中供养僧众，借着十方圣贤僧众的功德力，果然就把母亲脱离恶鬼之苦。目犍连尊者很欢喜地对佛说：弟子之生母得蒙三宝功德力及僧众的威神力而超生善道，未来世的一切佛弟子是否也应奉行持法供养，救度现在父母乃至七世父母？佛说，一切众生当于每月的7月15日，常以孝慈意念所生父母，围坐盂兰盆供，施佛及僧回向现在父母，寿命100年，无病无一切苦恼之患，乃至七世父母离恶道之苦，生人天中，福乐无极，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。因此自此之后，佛教徒每年都会举办盂兰盆会，随着佛教传到中国，结合了儒家文化，成了孝道的佳话，才会有的后来的超度、梁皇宝忏等法会的举办。加上前面提到，中原本是民间酬谢大地祭祖的日子，后来随着道观的流传，将7月定为地宫圣诞。地宫掌管的是地狱之门，而这一天也是地狱之门打开的日子，已故的祖先可回家团圆，因此也叫鬼节。是3大冥节之中最重要的，设有道场，饭馒头给孤魂野鬼吃。这一天要祭祖上坟，点河灯，为亡者照耀回家之路，让他们吃顿好的，换新衣，补充财库，在另一个空间也能过上好日子。但根据佛经中记载，但凡因业力牵引而堕地狱的造恶者，是永无解脱之日，除非其家人为其设供修福修大供养，才得以解脱地狱之苦。所以这里所说的地宫掌管地狱之门，应该是地府之门，而非地狱。以上讲述了中元节到盂兰盆会到鬼节，我们接着来看看现代的马来西亚及中国是怎么过这个节日的。现在中国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，但民间还有一小部分人会在农历7月带上香烛、金银衣子、豆腐、白饭等祭品，在路边祭拜一番，让孤魂野鬼有衣物御寒，有食物果腹，同时它是有一定的讲究和忌讳的。祭拜时着装以黑色及灰色为主，不能穿红色或者是大红大紫的颜色，据说这样会招来煞气，惹祸上身。同时在祭拜的时候不能大声喧哗，出言不逊，不能有不雅的举止，否则会打扰死者的灵魂，重者会招来怨气。同时不能吃祭品，否则会惹祸从口入，给自己招来厄运。路上行走的时候要注意脚下，不能乱踩乱跳别人焚烧的这些名字及祭品，否则会惹怒鬼魂，对自己不利。然后生理期的女性因为阴气比较重，最好是避开祭祀、敬祖等场合。外出的时候呢，最好佩戴一些辟邪的吉祥物。然后鬼节当天阴气十分重，民间有传说这天要及早回家，要在太阳落山之前就要回到家里。体弱多病的人会容易受到阴气的惊扰，同时不能吹口哨，不能喊名字，以免被这些灵魂，就是鬼魂，这些好兄弟记住，然后会跟随，之后可能会给你找麻烦。然后鬼节的时候呢，最好就不要外出游泳或玩水，以免如传说中的水鬼会找替身，会有意外发生。然后在鬼节的这几天呢，不要就吃饭的时候不要把两根筷子插在饭中央，这样就会好比香插在香炉中，犹如在祭拜，是不吉利的，而且会招来鬼魂来分享你的食物。另外在中国的民间，一小部分人会在中元节的这段时间放河灯，也叫荷花灯。据说是上元节有张灯的习俗演变而来，民间认为上元是人节，中元是鬼节，人为阳，鬼为阴，陆是阳，水是阴。水下的神秘昏暗，使人想到传说中的幽冥地狱，鬼魂就在那里沉沦。所以在中元节的晚上去张灯，就是放河灯，放在这个江河湖海之中，任其飘摇。而在中国还有一部分人会在7月半的时候吃鸭子，据说因为鸭是在水中游，然后取自于放河灯普渡祈祷的含义。然后也有说法是鸭的谐音是压，就是压制的压，所以吃鸭子是为了压住鬼魂。
然后还有一般就是东原人都会吃莲藕包鸭，而一部分地区的人会在农历7月14、15的晚上在门外焚香燃炮，而这燃炮就有一点像，你们吃饱了，你们得到你们所要的东西了，赶紧走，就是有一点把他们请走，要把他们吓跑的意思，不愿意他们在这里多逗留的一种含义。而在马来西亚呢，据说农历7月初1开始，鬼门就是开始大开，一直到农历的7月29或30日，就是地藏菩萨圣诞的当日，鬼门才开始关闭。所以一般一整个农历7月都会见到马来西亚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呢，都会举办大大小小不同的祭拜仪式，有民间的，有道家的，也有佛家的超度法会。而民间呢，从7月14开始，一般都会普遍在傍晚时分陆续见到有人在路边摆香烛、烟酒、饭菜、饼干、糖果、往生纸、元宝、这个金银纸衣等一些祭品用的纸，然后再祭拜这些孤魂野鬼、好兄弟。然后道家一般呢，就会在7月的一开始，农历的7月开始，就会搭棚举办大型的户外祭拜普渡的活动。而佛教呢，会在各自的道场或是室内的体育馆、展览中心等地举办大大小小的超度、咽口水、入梁皇、盂兰盆等佛事。另外还有一些庙宇，主要是在福建人地区中，7月半除了就是祭祖普渡之外，还有一些特定的表演活动以娱乐鬼魂，称之为7月歌台或简称歌台。一般这个会在庙宇附近的空地上搭建临时的舞台，加上音响设备及灯光的装饰，然后并在台下会摆设一排的椅子，而第一排通常就是空置预留给这些鬼魂、这些好兄弟的。而整个农历7月的傍晚时分呢，不同的地区的歌台分别会表演潮州剧、福建剧或者诙谐的短剧、魔术、劲歌热舞等，供养鬼神观赏。马来西亚7月一般都以祭拜鬼神为主，同时也多了一项提供给鬼魂的一些娱乐项目，供鬼神观赏的娱乐项目。而中国却多了一些日常吃的讲究，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吃鸭，还有山东人吃粗茶淡饭，江苏东线乡民呢吃扁食。虽然中国与马来西亚部分仪式是有所不同，但是农历7月的共同点都认为不是一个不吉的月份，既不嫁娶也不搬家。最后呢，跟大家闲聊一下吧，就是大家都会很避忌7月份，认为是一个不祥的月份，不吉的一个月份，认为7月是鬼魂被放出来的一个月份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哪怕身边听起一些故事，或者自己亲身体验也好，或者自己感受到也好，其实鬼魂是无时无刻都在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不知道很多年前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，就是郑秀文所主演的一个左眼见到鬼。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右眼见到鬼，所以他就曾经就跟我分享，其实鬼魂是无处不在的，而且是无时无刻，只是白天我们见不到它而已。但是大部分它会躲在哪里呢？就可能躲在楼道，躲在阴暗的地方，躲在一些比较没那么多人出入、阳气没那么旺盛的一些地方，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夜间开车，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，都会突然间，车上就会出现一个影子。在正常情况下，鬼魂是不会干扰我们的生活，它不会干扰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些事情，任何一件事，除非我们触犯到它了，我们威胁到他们了，他们才会有一些报复的一些举动，或者是我们跟他有一些前世的恩怨，他们才会对我们进行一个报复、跟踪，或者是给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干扰。还是回到原来那一句话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鬼魂跟人不一样，人见到有钱有势的人会阿谀奉承，想捞点好处，但鬼神只会对心存善念的人持有一颗敬畏之心，哪怕你有钱有势，但残存恶念，有害人坑人之心，是会遭遇到鬼神的唾弃、鄙视，甚至戏弄。心存善念，天必佑之；心存不善，神鬼诛之。
感谢收看，大家身边有什么新鲜事，可以通过底下 email 链接提供给我们。天下华人是一家，与世界各地华人分享新鲜事。我们下期再会。